这是国外火车上最残忍的刑罚。只因在车上大声喧闹，列车员就将男人的手臂强行送到车外，男人立即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原来列车正行驶在零下100多度的极寒之地，很快男人就无法感知到手臂的存在。几分钟后，他被拉回到车里，此时的手臂像陶瓷器具一样清脆响亮。只见列车员拎出一个80斤重的大铁锤，接着狠狠地砸了下去。男人的手臂瞬间被砸成碎渣。原来在遥远的2024年，地球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冰川时代，所有生物在短时间内瞬间遭遇冰冻灭绝，仅有少部分人侥幸逃过了这场灾难。他们登上了一列装有永动引擎的火车，成为了地球上最后的幸存者。火车由天才发明家威尔博士研发而成，终日不停地在一条环形铁轨上飞驰，每绕行轨道1圈，时间恰好就度过1年。就这样，这列永不停歇的末世列车一跑就是17年。然而，看似拯救人类于火的威尔博士，实则却是一个残忍无道的独裁统治者。他将列车上的人分为了3、6、9等，越靠近车头的人社会地位越高，他们拥有完备的医疗和社群体系，每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穷人难民们则全部萎缩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每天靠一种类似果冻的黑色蛋白棒艰难续命，过着如蝼蚁一般的卑微生活。更加令他们绝望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威尔博士就会派人来末端车厢抓走一批小孩。任何人胆敢反抗，下场就和开头的男人一样，被强迫执行各种惨不忍睹的刑罚。而且每次行刑前，列车2把手梅森部长还会过来发表一番演讲。演讲的内容很简单，一是大力弘扬威尔博士的伟大壮举，二是让末端难民们认清楚自己的位置。I belong to the front. You belong to the tail. When the foot seeks the place of the head, a sacred line is crossed. Know your place. Keep your place. Be a shoe. 长期的压迫必然会导致受难者的反抗。为了争取自由和权利，难民们在过去10几年里发起过多次暴动，但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镇压之下，最终他们都以失败告终了。然而好在总有人不想因此放弃。这次一个叫克里斯的男人站了出来，他的老师是前几轮暴动的领导者老吉，被难民们尊称为先知。虽然老吉领导的几次暴动都失败了，但他却成功在前端车厢安插了一个内线，通过内线传递过来的情报，他们得知在前面不远处的监狱车厢里关押着一个叫南宫明秀的韩国人。此人曾是火车安保系统的设计师，只要找到他就能打开所有车厢的大门。很快克里斯就开始了准备行动。经过观察，他计算出每个车门的开合时间为2.5秒，而从末端车厢到监狱车厢需要通过2扇大门，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5秒钟之内冲过去，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办法总比困难多。克里斯让副手小艾去搜集原本作为床柱的铁桶，如果能用这些铁桶卡住车门，那他们的时间就绰绰有余了。老吉最担心的还是对方手里的枪，但克里斯却认为经历了多次暴动，士兵们已经有4年没有开过枪了，他们的子弹极有可能已经耗尽，完全是一堆吓唬人的假把式。一切准备就绪后，反抗行动正式开始了。趁这天士兵过来点名时，克里斯看准时机，迅速行动。在车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他快步走到士兵身前，将枪口顶在自己头上，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结果果然如他所料，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难民们见状，立刻使出洪荒之力，提着铁桶管道就撞了过来。克里斯将一辆推车顶在铁桶下面，瞬间提升了众人冲击的速度。毫无准备的士兵们根本无力抵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路冲杀过去。可就在这时，一个巨型壮汉却在监狱车厢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关键时刻，老吉让自己的贴身护卫格雷出手，只用了一招飞檐走壁的刀法，格雷轻轻松松就干掉了壮汉。拿到监狱牢房的钥匙后，克里斯他们成功救出了南宫明秀。随后在听完克里斯的计划后，南宫同意帮助他们打开所有车门，但每打开一扇门，他必须得到2个克洛诺。克洛诺原本是一种工业废料，因为吸食后会让人产生幻觉，所以在车上被当作毒品使用。克里斯当即同意了他的条件。之后南宫又把女儿尤娜救了出来。尤娜拥有异于常人的感知能力，能够探测出每道门后有多少敌人，是能否成功闯关的重要人物。在南宫父女俩的帮助之下，很快他们就打开了第1道门。车厢里果然空无一人，只见周围的物品散落了一地，看来对方走的时候十分匆忙。克里斯如约交付给南宫父女2个克洛诺，随后南宫帮他们打开了第2道门。这里是专门制作蛋白棒的生产车厢，看着满满一车热乎的蛋白棒，饥肠辘辘的难民们立刻开始哄抢起来。此时一个难民好奇地打开了炼炉的盖子，顿时吓得叫出了声。克里斯走上去一看，只见炼炉里正搅拌着成千上万只巨型蟑螂，他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吃了17年的蛋白棒就是用这些蟑螂制作出来的。
这一幕差点让克里斯当场吐了出来。但为了稳定军心，他并没有把此事公之于众。而在这节车厢里，老吉则再次收到了线人的密报，纸条上面写了一个水字。老吉断定前面应该有一节供水的车厢，只要能成功占领那里，他们就拥有了和威尔博士谈判的筹码，这样甚至都不需要杀到车头去了。之后南宫继续打开第3道车门，不料这时尤娜突然感知到前方的异状，刚刚还无人的车厢竟然出现了大量敌人，他立刻大喊让父亲不要开门。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随着车门被徐徐打开，成群的蒙面战士齐整整地站在车里，他们用一条鲨鱼的血为手中的斧子系起，一场惨烈的厮杀就此开始了。好在双方都是用冷兵器在战斗，难民们也并没有吃什么亏。就在众人打得难舍难分之时，列车长突然用大喇叭高呼：蒙面战士们听后立刻停止了战斗，挥起斧子开始数起了倒计时，这把克里斯他们看得一脸懵逼。原来这座大桥是火车最初的起始点，每当火车驶过这里，意味着新的一年也就此到来了。这时梅森部长再次出现在车厢里，他又一次拿起话筒发表演讲，内容当然不是什么新年祝福，他大肆抨击难民们忘恩负义的行为，气得克里斯直接将手里的武器丢了过去。幸好助手及时挡住了攻击，可梅森这次却并没有发飙，他不慌不忙地拿起一个望远镜，蒙面战士们也纷纷戴上了夜视镜。紧接着车厢内的灯光全部熄灭，还没等克里斯反应过来，列车很快就驶入了一条隧道，车厢里顿时黑漆漆一片。如果说刚才双方还是势均力敌的战斗，那么现在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了。蒙面战士们借助夜视镜开始疯狂杀戮，难民们犹如瞎子一般，只能任他们宰割。眼看着反抗大军就要被团灭，危急关头，一个小男孩在末端车厢里点燃了一根火柴，他像奥运火炬手一样将火把一路向前方传递，这让战场局势瞬间发生了扭转。难民们立刻发起了绝地反击，骁勇善战的格雷不仅斩杀了列车长，还用飞刀击中了想要逃跑的梅森。克里斯见状赶忙朝梅森的方向冲去，可这时身后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只见小艾被人用刀架住了脖子，这让克里斯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但犹豫了片刻后，他还是选择去抓住梅森。小艾最终惨死在了敌人的刀下。随着火车从隧道中驶出，在克里斯的威胁下，梅森只能命令众人停止战斗。尽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难民们总算是成功拿下了供水车厢。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迫使威尔博士出来谈判，没想到梅森却告诉他们，这节车厢只是中间的一个供水站而已，真正的水源来自于车头，通过涌动引擎对外面的冰雪进行分解，由威尔博士亲自在管理。Fuck off! Curtis, I can help you! You can fucking die is what you can do. No, I can help you! I swear it! 为了活命，梅森答应带克里斯他们前往车头，并会提供出一条安全的通道。老吉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梅森一定在说谎，前方很有可能藏着巨大的陷阱。但克里斯却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杀死威尔博士才能彻底终结这一切。而一旦夺下火车的控制权，他将推举老吉成为新的领袖，重新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秩序。见克里斯心意已决，老吉也不再劝阻，只是提醒他不要给威尔博士任何说话的机会。Don't let Wilford talk. Cut out his tongue. 当然，克里斯也并不相信梅森。为了保留实力，他让老吉和难民们在后面休养整顿，自己只带上5个人和梅森一起前往车头。5个人分别是被抓走孩子的黑人大妈和断臂男，负责开锁的南宫妇女，以及老吉的贴身护卫格雷。随后一行人向车头进发。有了梅森的带领后，一路上果然轻松许多，没有人再出来暴力阻拦。而接下来的车厢场景也让几人大开眼界。他们首先经过了一节温室车厢，这里培育着各式各样的绿色植物，处处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还有专人负责采摘新鲜的瓜果蔬菜，为前端乘客们补充足够的营养需求。接着他们又来到一节海洋车厢，这节车厢堪称列车上的水族馆，有着自己独立的海洋生态系统，不仅可以看到珍贵的海洋生物，还能品尝到鲜美的寿司。几人趁机在这里饱餐了一顿。随后他们在穿过专门储存肉类的冷冻车厢后，来到了一节全是小孩子的校园车厢，这里都是前端富人们的子弟。在女老师的带领下，富人孩子们唱起了伟大的永动机之歌。看来即便是贵为前端车厢的上等人民，也免不了要接受威尔博士的洗脑教育。这时一个光头男推着一辆满载鸡蛋的车子走了进来，他热情地为每个人分发新年鸡蛋，从车头一路发到车尾，就连那些暴动的难民们也都拿到了鸡蛋。可就在众人放松警惕之时，光头男突然从车里掏出一把冲锋枪，对着难民们开始无差别扫射。随后蒙面战士们也被全部解救出来，难民们只能慌忙向后车逃窜。与此同时，克里斯他们在校园车厢里也遭遇了偷袭，断臂男被一枪命中脑门，当场就领了盒饭。关键时刻好在有格雷及时出手，用一把飞刀将女老师成功击杀。混乱中梅森还想趁机反抗，结果被克里斯一脚直接制服。
可就在这时，电视里突然传来了实时影像，只见老吉不幸被一个西装男抓住，西装男二话不说，对着镜头直接将老吉一枪射杀，这让克里斯顿时呆在了原地。他不忍看到自己的老师就这样惨死，下意识的想要回去报仇，幸好黑人大妈将他一巴掌拍醒。You have to lead us. 克里斯这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捡起地上的武器，毫不犹豫地杀死了没有价值的梅森。几人开始加速向车头方向前进，一路上克里斯看到富人们享受着极度奢华的生活，这更加坚定了他要推翻威尔博士统治的决心。而此时西装男带着2个士兵也追了上来，双方在一节桑拿车厢里展开激战。尽管格雷的身法异常敏捷，但在解决掉2个士兵后，他还是被西装男按住，最终死在了自己的刀下。黑人大妈也没有幸免于难，被西装男一枪射中腹部倒下去。随后克里斯和西装男扭打在了一起，在南宫妇女的配合下，他们最后总算合力干掉了西装男。黑人大妈在弥留之际掏出一张儿子的画像，她恳求克里斯一定要救出她的孩子。说完就再也没有了呼吸。带着众人的嘱托，克里斯和南宫妇女继续向车头前进。当他们路过一节烟雾弥漫的车厢时，发现这里的人们都在吸食着克洛诺，这让南宫父女俩异常兴奋。他们赶忙上前去抢夺。随后在经过了2节控制车厢后，3人终于抵达了车头。可好不容易闯到这里，南宫却拒绝为克里斯打开车头的大门，他想要打开的是通往车外的侧门。南宫说自己每年都在观察窗外的情况，他发现雪花变得越来越稀薄，飞机残骸上的积雪也在渐渐融化，这就意味着外面的温度在不断升高。人类其实根本不需要在这列火车上生活。而南宫之所以要大量的克洛诺，他也并不是什么瘾君子，因为克洛诺是一种高燃易爆的化学制品，只要把足够多的克洛诺捏在一起，就可以做成炸药炸开侧门。但克里斯听后却并不相信南宫的话，他认为对方一定是克洛诺吸多了产生了幻觉。可就在2人争论之时，车头的舱门突然打开，一个胖女人用枪射中了南宫，然后把克里斯独自带进了车头。克里斯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威尔博士，然而威尔博士看起来温文尔雅，并不像难民口中所说的凶神恶煞。他不仅礼貌地和克里斯打招呼，还特意为他煎了一份牛排。但接下来威尔博士说的话却直接颠覆了克里斯的三观。他告诉克里斯，其实他和老吉是旧相识，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2人精心策划出来的。原来这列火车虽然可以永远在轨道上行驶，但车内的资源却是有限的。要想让人类存活的时间更长，那就必须保持人口与食物的平衡，而控制人口的最佳手段就是制造暴乱。所以威尔博士和老吉在多年前就达成了共识，每隔4年老吉就会发动一起暴乱，让末端难民与前车士兵发生冲突，从而实现快速削减人口的目的。包括克里斯的这次反抗运动也早就在2人的计划之中。而老吉所谓的线人其实就是威尔博士。随后威尔博士将克里斯带到永动机面前，他说自己年事已高，希望克里斯能留在这里帮助他管理这列火车和车上的人民。听到真相的克里斯彻底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相信谁。而此时的车门外面，西装男原来并没有死，他带领一群妇人们涌到了车头。受伤的南宫拼尽全力阻止对方进来，他让女儿尤娜去克里斯那拿到火柴点燃炸药。可当尤娜跑过来时，克里斯却将他一把推开。显然克里斯现在已经站在了威尔博士这边。这时尤娜突然感知到地板下面有人，他赶忙撬开地板砖，只见一个小男孩正在齿轮下面做着重复的动作，而小男孩正是黑人大妈的儿子。原来永动机并非是永恒的，一部分零件在运行过程中已经出现损坏，所以需要有人来替代零件工作，而下面的空间只能容纳5岁以下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威尔博士会定期去末端车厢抓走孩子的原因。这一幕让克里斯彻底从迷惑中清醒，他一拳将威尔博士打倒在地，接着将自己的手臂卡在齿轮里，成功把小男孩救了出来。拿到火柴的尤娜也向车门跑去，他点燃了粘在侧门上的克洛诺，但当他们准备躲进车头时，却发现舱门的电机损坏，已经无法关闭了。此刻克里斯和南宫明白，他们必须要让孩子们活下去。2个人将尤娜和男孩紧紧地抱住，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炸开了一个大洞，但剧烈的爆炸却引发了外面的大雪崩。失去动力的火车顿时从铁轨上脱落，列车车厢被雪块冲得4分5裂，最终重重地摔下了山谷。当尤娜再次醒来时，发现只有她和小男孩活了下来。2人从火车残骸里爬出来，他们第一次呼吸到了外面的空气。只见远处山顶有一只北极熊正在行走，看来南宫的猜测是正确的，地球的生态正在慢慢复苏。既然动物能生存下去，那么人类也一定可以。然而孤立无助的尤娜和小男孩真的能够活下去吗？他们又如何在冰天雪地的废墟中重建人类文明呢？这一切看起来似乎仍然毫无希望。
或许人们只能祈祷奇迹再次降临了。电影至此全部结束。《雪国列车》是韩国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科幻电影，由鬼才导演奉俊昊根据同名漫画改编而成，全片耗资高达400亿元。上映后刷新了多个在韩观影记录，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拿下了多达31项提名。作为一部末世题材的灾难电影，导演奉俊昊并没有将过多的画面停留在宏大的场景塑造上，它更像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政治隐喻片，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存在的阶级压迫与反抗浓缩在了一列涌动的火车上。而之所以列车最终以人类几乎全灭的方式停下来，这正是导演对社会现状表达出来的无奈与悲哀。当2个孩子最后走出残破的车厢，在积雪大地上留下人类大灭亡之后第一个脚印时，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才真正得以开启。强烈建议大家有时间去看看原片。好了，我是力哥，我们下期再见。